闺蜜的婚宴上，我当众跟男友闹翻了。第二天，她疲惫地问我到底想怎样。我收拾好行李，看着她身旁昨夜留宿的女人，认真地告诉她，我要分手，就现在。昨晚婚宴上，我的男友周正宇没想到我会在闺蜜的婚宴上泼她红酒。精致的白衬衫上有一块暗红色污渍，十分刺眼。她皱着眉，用湿巾不断擦拭。我则是被闺蜜苏雅拉到一旁，小声哄着。旁人也都在小声议论，毕竟我和周正宇是模范情侣，出了名的感情好。刚才那一出让众人摸不着头脑。从洗手间回来的蒋饶感受到了气氛的凝重，他自然地走到周正宇身边，顺手帮他整理了一下衣服。他微微扬起头，目光温柔：“学长，我们先离场吧，其实宴会也差不多要结束了。”刚才的变故让周正宇感受到了身边各种八卦的目光，他不喜欢这样。他没犹豫片刻，拿上外套，带着蒋饶离开了婚礼现场。走的时候没有看我一眼。苏雅见状比我更生气，周正宇是不是疯了？他带着一个不认识的学妹来参加我的婚礼，刚才又因为他跟你吵架，现在还要扔下你带他走，真是有病。我十分赞同苏雅的总结，但他不知道周正宇一向如此。蒋饶没出现之前，他同部门有一位风情万种的前辈，天天顺手给他带午餐和咖啡。每次晚上加班，两人总是一起回家。我不止一次在副驾驶的座位上看见遗落的口红。周正宇不以为然，解释道：“是前辈无意中落下的。”我有些恼，拿着口红质问他：“那他就不能坐后边的位置吗？一定要坐副驾驶，一定要落几支口红？”他的车猛然停在路边，开了锁，面无表情。你要是想在车里跟我吵架，那我劝你下车。我不喜欢开车的时候被别人左右情绪。车辆飞驰的大桥上，寒风凛冽，我被他激得倔脾气上来了，利落地打开车门下车了。车门刚关上，周正宇立马启动，匆匆离去，只留着一缕尾气。他不会担心我一个人穿着高跟鞋走远路不方便，也不会担心我夜里独自在偏僻的大桥上是否会有危险。他只觉得我不该主动挑起争吵，也不该逞强的赌气下车。想到这些，我心烦意乱，空的酒杯被我弄得叮当作响。苏雅看出来我的低落，大手一挥，让几个年轻貌美的伴郎陪我去唱歌喝酒。所有人让我差遣，供我享乐，灯光闪烁，音乐震耳。我喝得高了。苏雅留了一位伴娘陪我睡在酒店客房里，自己去洞房花烛夜了。小伴娘的手软软香香的，我握着她的手，眼泪却不自觉流了出来。周正宇离开后没有给我发一条消息，而凌晨由于宿醉的原因，我起床时头晕沉沉的。身边的小伴娘细心地给我点了一杯热牛奶，缓解宿醉。她抱着手臂好奇地问我：“小韵姐，你男朋友是不是对你不太好？”我神色一僵，迟钝的脑子自然的想照常开口维护周正宇，可话到嘴边却说不出来，心里闷闷的。小伴娘见我不出声，认真劝我：“小韵姐，昨天你给他泼红酒，我感觉到你们之间可能吵架了。可昨晚你一直拉着我的手在哭，我认为你肯定是受了很大很大的委屈，所以听我一句劝，珍爱生命，远离渣男。”我笑着点头表示赞同。他备受鼓舞，但很有礼貌，扯开了话题。牛奶喝完，我拿着衣服和包下楼准备回家，特意看了看手机，很安静。周正宇没有发一条短信给我，我自嘲地笑了一笑。他压根就不关心我的死活吧，毕竟他说过，梁韵，一个成年人必须独立，少给别人添麻烦。身为他的女朋友，也不能随意给他添麻烦。而蒋饶一句晚上没饭吃怪可怜的，他就能不顾是否体面，把他带到苏雅的婚礼上蹭吃蹭喝。他给他添麻烦，他甘之如饴，任何人都可以。总之就是我不行。我叹了口气，推开了家门。一双不属于我的精致的黑色碎钻高跟鞋摆在门口，一只不属于我的银色流苏手包放在沙发上。我狐疑地站在客厅张望。洗手间的门开了，蒋饶穿着周正宇的衬衫，用着我的浴巾擦拭着湿漉漉的头发。他眼底闪过一丝得意：“小韵姐，你回来了呀，学长还在休息，我去叫他。”我抢先一步拦住他：“不必了，蒋小姐来者是客，赶紧收拾好自己吧。”他面色一白，牵强地勾了勾嘴角，转身回了客房。主卧的门是锁上的，我敲了几分钟后，里面的人才开门。周正宇早已穿戴好西装，正在佩戴腕表。我疲惫地坐在化妆桌上，取下自己的耳环，克制着内心的愤怒和不满，深吸几口气后才缓缓开口：“周正宇，不解释一下你为什么带一个女人回家？”周正宇挑选着领带，语气漠然。昨晚蒋饶陪我去干洗店，晚上又有一个视频会议，索性就让他上我们家了。后来下大雨，就让他住了一晚。我透过镜子看见他的脸，陌生又冷淡，手指不自觉用力地摁着一枚戒指，戒指的钻石搁在我的掌心，微微刺痛。周正宇瞥了我一眼，我跟他没什么。昨晚休息我也锁门了，她是我同乡，又是我学妹，我只是多照顾些，别瞎吃醋。我气笑了，我哪敢吃醋，毕竟你睡觉都锁门了，生怕他半夜爬你的床。周正宇来到我身边，用力握住了我的手：“别急着发难我，昨天晚上你夜不归宿，不跟我解释解释。”我压着胃里的恶心，挣开他的手，气得发抖地拔下戒指扔在桌上，无辜的戒指被暴力地扔到桌上，发出声响。周正宇皱起眉：“梁韵，不要每次吵架都摘戒指，你知道的，我不喜欢。”我疲惫地靠在桌旁看向他，一双漆黑的眸子没有波澜，他对谁都是这副模样，真是讨嫌。
周正宇，昨晚是你先撇下我走的，我一夜未归，你一条问候短信都没有。我回到家就看见你和蒋饶这副样子，你觉得我该不该恶心？我声音陡然提高，惊到了隔壁的蒋饶，他已经换好自己的衣服，一脸歉意地立在主卧门口跟我道歉。小云姐，昨晚跟学长孤男寡女在一起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是雨太大不好回家，我不关心，不用跟我说明。我冷着脸，居高临下的看着蒋饶，他有一丝尴尬，双手紧紧交错握着，主卧一瞬间气氛凝重。周正宇松了松领带，轻咳一声，蒋饶默契的抬眸，挂上笑脸。昨晚谢谢学长的收留，小云姐，我已经把客房整理好了，我先去公司了。我无力的偏头看去，竟然发现周正宇看着蒋饶离去的背影，含着一丝欣赏。他那种表情，如同刚和我初识那般。他说我是难得的知己一样。关门声响起，我与周正宇同时开口：“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你不觉得他跟你很像吗？”我看出了他的失态，他也意识到我的不快，两人相视对望，双眼充满疲惫。周正宇，我们分手吧。我冷静地说完，开始收拾行李。周正宇觉得我在闹，扣住我的手。我已经解释了，我跟他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你到底要闹成什么样？我瞟了他一眼，平日冷漠高傲的男人也会恼羞成怒，真难得。我不着痕迹地甩开他的手，迅速地收拾好行李，将戒指放在桌上，非常坚定地重复了一遍我的决定。我说，我们分手就现在。我试想过很多分手的场景，唯独没想过是在我们的卧室，更是在他带其他女人回来后，毫无愧疚和解释的情况下发生的。这样分手始终难看了些。周正宇接了个电话，挂了后，他丢下一句：“别闹，晚上回爸妈家，别迟到。”便出门了。我呆愣地站在原地，脚边的行李箱显得那么可笑。他根本不相信我要分手，也不在意我现在的情绪。我到底是给了他怎样的底气，他才敢这么有恃无恐地对待我？原来，爱上一个男人只需要1秒心动，而对一个男人死心，也只需要1秒的忽视。我把房子里所有关于我的痕迹全部扔进垃圾桶里，带上行李果断离开。我没想到，分手是我生日这天，真晦气。分手后，小伴娘收留了我。为了避免苏雅直接找上周正宇吵架，也还没想好怎么跟爸妈解释这段感情的结束，索性在朋友圈发布了一条消息，说想出去旅游借宿一下。小伴娘直接私聊我：“姐姐快来呀！”随后是一串很详细的地址出现在我手机上，我随手点了几个外卖一起过去。得好好感谢小伴娘的仗义相助，只是开门的人不是小伴娘，是她的哥哥，他有一些眼熟。我对上他那双清亮分明的眼睛，想起大学时追我的学弟，少年人自信又张扬，在校园表白墙发了很多次自己的内心独白，把我堵在学校礼堂，强装镇定地约我去唱歌，结果自己喝多了，在包厢抱着我又哭又闹，可千百句话里没有一句是说喜欢我的。他怂得很，学姐我怕你拒绝我，那我可丢人了。后来毕业后，我认识了周正宇，大张旗鼓地与他参加校友会时，学弟朝我礼貌颔首，没了年少时的朝气，多了一丝沉稳。我感叹，要是你来慢一步，我就要对那个弟弟心动了。周正宇看向学弟，眼神倨傲，牵着我的手慢慢收紧。那时我错把这种占有欲当成他爱我的证明。小韵姐你来了，快进来。哥哥呀，你不去上班吗？小伴娘头顶着一个鸭子帽冲到我身边，替我拿行李。我拘谨地朝着男人点头示意，他却直直伸出手。学姐，我是魏恒，好久不见。原来真的是他。魏恒低头笑着，把小伴娘挤开，主动拎着我的行李走进房间。那个曾经满眼都是我的学弟，竟然在这里。小伴娘狐疑地看我一眼，又看他哥哥一眼，意味深长地笑了。我就说我哥干嘛一直问小韵姐的事，原来是用情至深啊，等着挖墙脚呢。我迷迷糊糊地跟着小伴娘进了屋，恰好外卖也到了，我们3个坐在地上胡吃海喝。小伴娘养的猫咪和小狗一直围着我转，胖乎乎的金渐层一直蹭我的腿。魏恒替我拿过纸巾擦手，又给了我一根逗猫棒。他看着小猫轻声道：“炒米，觉得你不高兴，所以一直围着你，你可以跟他玩一会儿，放松一下。”我轻轻地抚摸着毛茸茸的猫头，倍感难过的心被慢慢治愈。周正宇有洁癖，受不了家里会出现飞扬的猫毛。我自小就很喜欢小猫小狗，在一起之后，我居然为了他把小猫全部送回了家。他曾经嫌弃又隐晦地暗示我，如果不送走，他会替我决定小猫的去留。那一刻，我感受他的冷漠和自私，以及他自以为能牵制我的霸道。回想起来，不起眼的猫毛和满是气味痕迹的陌生女人睡在家里，哪一个更脏呢？我苦笑，他不是有洁癖，他只是不愿意迁就我罢了。吃饱喝足后饭时困，昏昏欲睡时，接到了周正宇妈妈的电话。我捏着手机想要拒绝周母的邀约，她却告诉我买好了礼物和蛋糕，务必要来。无力感席卷而来，没人相信我说出口的分手，没人相信我会离开周正宇。他不信，他身边的人也不信。这样的感觉好讨厌。谢谢你载我一程。临出门前，魏恒突然提出要送我到周家，我想到刚好碰上下班高峰期，也没有拒绝。魏恒把车停在周家大院附近，递给我一个小礼物：“学姐，生日快乐。”我有些意外的惊喜，他是今天第一个跟我说生日快乐的人。我含笑拿着礼物下了车，刚进大门就被周正宇拉住胳膊，他将我带到小花园里，揉了揉眉心，不悦地盯着我：“梁韵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”我说了我跟蒋饶没什么，你偏不信。行李拿光了，东西也扔了，你是要彻底跟我了断是吗？我沉默，半晌推开他，我一会儿会找时间跟阿姨说清楚我们之间的情况。
下次就不需要再邀请我来周家了。周正宇漆黑的眸子带了点怒意，我以为我说得很清楚。他从口袋拿出我脱下的那枚戒指，握住我的手，试图给我重新戴上去。我条件反射地甩开他，戒指被打落在草地上。我不要这枚戒指，我不要，你给其他人吧，或者你卖掉扔掉都行，总之我不要了。我们已经分手了。我仰起头，第一次那么直接地直视他的眼睛。周正宇，我不是离不开你的女人，曾经的女同事在你车上落口红跟我挑衅，现在又来一个蒋饶睡到我家里。我不相信你不懂他们的心思，还是你不愿意懂？你知道吗？没有边界感和喜欢享受暧昧的男人最恶心。我退后一步，叹了口气。今天是你们周家的家宴，我就不进去了，到此为止吧。周正宇似乎不相信我的决绝，立刻拉住我，眼睛瞥了一眼屋子的方向。周母正站在门前看着我们，她低声提醒我妈看着，不要让她为难。今天是你生日，她为你宴请了很多亲戚，你听话，静啊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用力地踩了周正宇一脚，他疼得松开了我。我一路小跑出了周家的院子，周正宇的脚步声在我身后响起。我惊慌失措时看见了魏恒的车子，我慌张地敲打着车门钻了进去。开车。魏恒慢条斯理地看着疾步而来的周正宇，我紧张地屏住呼吸，生怕周正宇打开车门拉我下车。而就在他快靠近车身时，魏恒戏谑一笑，一脚油门踩下去，车子飞驰而行，堪堪擦过周正宇的肩膀。他吓得后退了好几步，我回头看去，周正宇的身影逐渐模糊，而身边的魏恒笑得很大声。学姐，你看我们刚才像不像电影大片？我歪头疑惑，他自顾自解释，像史密斯夫妇。我冷汗直流，男人怎么没一个正常的？我没想到半个月后，周正宇会低声下气去找我妈。我妈火急火燎地冲到了小伴娘家里，劈头盖脸地问我为什么要分手。我给我妈倒了一杯水，劝她冷静。她一口喝完水，继续质问我：小韵，你要知道，像正宇那样的男人很难找的，工作体面，有存款，有背景，你至少衣食无忧，还可以在家里不干活做全职太太，多少人羡慕，你却把握不住。我妈吐了一口气，缓和了一下语气：我也不是逼你一定要跟他结婚，但是你们俩相处了那么久，不能因为一点小误会就分开。夫妻间吵闹都还有挽回的余地，情侣间的分合自然也能修复。听妈的劝，跟正宇好好聊一聊。我摇摇头，妈，你知道我爸爱吃什么吗？我妈愣住了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当然知道，你爸最爱吃鱼，最爱吃辣。那我爸知道你爱吃什么吗？我忽而眼眶酸涩，心脏有隐约的胀痛感。我妈愣了一会儿，才明白我话里的意思。小韵，虽然正宇可能不知道你的口味喜好，这不代表他不爱你啊。刚跟周正宇确定关系时，在商场偶遇我妈。周正宇浑身上下金贵的气质非常惹眼，让我站在他身边也添了一层金边似的，叫人过目难忘。他那会只看了周正宇一眼，便认定他就是我未来的丈夫。在家里会经常掰着手指细数他的优秀，样貌帅气，身材高大，工作体面，家境优渥，这是我妈对周正宇的满意。无论他做什么，他都支持。甚至在我发现周正宇与女同事之间毫无边界感时，他劝我不要太敏感多疑。我知道周正宇的优秀蒙蔽了他的双眼，可是这次我也不会妥协。刚想开口解释，我听见房门打开的声音。魏恒礼貌地冲我妈鞠躬，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。他看了我一眼，冲我妈说道：阿姨，我叫魏恒，是梁韵的学弟，也是这间屋子主人的哥哥。我妈没开口，示意他继续说。我大学时追过学姐，她喜欢吃清淡的，喜欢喝带点酸的饮品，最喜欢吃芒果，最讨厌吃草莓。喜欢吃鱼，但是不需要挑刺，雪糕只是带巧克力的，米饭都是吃半碗，偶尔周末会轻断食，不吃主食，只喝咖啡。他喜欢动物，最喜欢的是小猫。他目光温柔和煦，声音带笑。阿姨，我记住学姐这些喜好，才花了1天时间，却记了3年之久。我不认为她之前的男友比我用心，比我细心，可连我都比不过，她凭什么照顾学姐？我妈被她一番话说得哑口无言，最后只落下一句：你们自己看着办吧，便匆匆离开。我惊讶地看着魏恒，他却邪魅一笑。怎么样，学姐，我背的还可以吧？以前我找你们宿舍的其他人拿的内部资料还没扔，刚背了一下，吓死了。我估计你妈妈都不知道你喜欢吃啥。我刚涌上心头的感动如潮水一般迅速退去，我干笑，资料很齐全，谢谢帮我解围。说完我就落荒而逃。魏恒刚才认真的样子，我差点以为他还喜欢着我。走进房间时，我回头看来，一眼魏恒，带着少年气息的男人坐在染了黄昏的沙发上，静谧又温暖。如果我当时选择了他，会不会被真心相待？我没忍住喊了他：魏恒，谢谢你喜欢过我。学姐，你搞错了。魏恒慢悠悠地站起身，端着水杯往厨房走。他背对着我，声音有些发抖。我对你的喜欢从未停止。在魏恒突如其来的告白后，我们之间的氛围有一丝异样。我不方便打扰小伴娘那么久，便选择搬回到了我曾经住过的小破楼里。邻居奶奶特意给我留了钥匙，她总觉得我会回来。小破楼什么都好，都是原来的样子。
只是我忘了买吃的，从包里拿出放了3天的蛋糕，张口就吞。第2天醒来，感觉腹痛难耐，忍着一头虚汗和腹中抽痛，我打车赶到医院。医生看过后劝我以后不要饥不择食，我讪笑答应，被安排去输液区休息，等待输液。只是我没想到碰上了周正宇，他身边的女人换了，不是蒋饶。我把帽子拉低，戴上口罩，希望他不要看见我。梁月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周正宇皱着眉，坐在我身边的空椅子上，他随意地拉扯着领带，让我注意到了，那不是我平时的戏法。他察觉我的目光，不自然地开口：“你不在家，我不太会弄，所以每次都会不舒服。”我才想起，各方面优秀的周正宇唯一一个弱点就是不会系领带。我笑着点点头，低头看着正在输液的手，针管的位置有些疼。周正宇皱着眉，他不满意我如此冷淡的回应，继续道：“我以为你会懂我，在那种压力巨大的公司上班，还需要与所有人保持良好的交际关系，那不是一件轻松的事。你看见蒋饶围着我，却没看见他对我身边资源的贪婪。我们是狼性文化的团队，我要是稍显疲态，就一定会有人踩着我的付出，抢走我的位置。我以为你是懂我的。”我看着医院墙上张贴的“请勿喧哗”4个大字，半晌轻声道：“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经常说我是你的知己，是最懂你的女人。可是我只需要懂你，可你不需要懂我，是吗？”我偏头看向他，注意到了他眼底的一丝错愕。我皱着眉叹气道：“周正宇，从你刚才见到我开始，你一直在解释自己的错误，从来没有想过问一问我发生了什么，为什么会出现在医院，又为什么会来输液？我们俩在一起那么久，你又陪过我来几次医院，上一次胃疼，好不容易求你开车载我，半路还要被蒋饶截胡，你都能自然地扔下生病的我，跟他去找客户签约。”我嗤笑一声：“周正宇，和你在一起，我找不到一点开心的回忆了，所以我们不要再有交集了，不然怪让人心烦的。”他似乎真的不适应我的伶牙俐齿，一时间我们都沉默了。他静静地坐在我身边，直至我拔了针管。他再次开口：“梁韵，感情是需要磨合的，你不能直接选择放弃我，而我连补救的机会都没有。”我冷笑：“你想怎么补救？时光倒流回去，不让蒋饶进家门睡觉，还是打算对我千依百顺，做个3好男友？”周正宇思考了一会儿，竟然点头：“可以，只要你开口，我都会尽量做到。”我按住手上的棉花，仿佛是按在我的咽喉上，叫人呼吸困难。他凭什么觉得自己能做到我说的任何事？我为什么又要开口要求他什么？如果爱情到最后变成了我下达命令他去执行，那我们的关系是什么？上司与下属吗？我笑着看向他，语气里充满了嫌弃：“周正宇，我不是来教你恋爱的，你从始至终都没发现我们的问题所在。蒋饶和其他女人并不是我们之间的问题重点，真正的问题是你从未走进我的人生，去与我共同承担和感受快乐和悲伤。你很自私，你只希望我对你付出而已，别再来找我了，我们之间不可能了。”我一身轻松地离开了医院。周正宇站在原地，错愕又失落。他从未失手，而在我这里，这次他赢不了。我一直都知道，我不是周正宇的最优选择，可他偏爱我身上那股劲儿，不服输，敢说敢闹。我们真正在一起后，我才知道他喜欢我的自由，却要限制我的自由；他喜欢我的散漫，却要限制我的散漫；喜欢我直言直语，却告诉我言多必失；喜欢我闹腾，却要求我变成淑女。他是在享受改变我的过程，喜欢征服我的成就感。周母一开始对我诸多意见，看不上我的家世，也看不上我的性子。他想要的是优雅十足的高门千金，不是我这种小康家庭的普通女生。在他眼里，我跟他儿子在一起算是高攀。我曾退缩过，周正宇却拿话来激我：“梁韵，跟我在一起，你必须要有底气，别那么怂。”我以为那份底气是他给我的，直到与他家众多亲戚见面，谈笑间他们不停地问我出国喜欢去哪儿玩，吃饭会不会经常去雅苑那家5星级餐厅，亦或会问我为什么不选择继续去出国深造，怎么甘心在周正宇身边做一只金丝雀。我尴尬地挂着笑，可周正宇却不予理会。他捏着一颗荔枝缓慢地剥皮，没有给我一个眼神。他说过，我要有独自抵抗风雨的能力，不能什么都依赖他。我在亲戚们的追问中，紧张地说错了不少话，他们一副了然的模样，闭了嘴，不再同我说话。我就这样被孤立出来，成了周家家宴上最难看的存在。可我为什么没有放弃他？可能是脑子被门夹了。我爸妈从家里搬到市里跟我住，周正宇会嫌弃不能与我单独相处，便大手一挥借了一套房子给我爸妈居住。二老对这个豪门女婿又多了一层滤镜，认为他千好万好，叫我必须拿下。初次见面的经验，再次相遇的心动，最后我愿意做他身边卑微的女友。我以为我的爱可以让他也为我改变一点点，至少让我真正的拥有一次他给予的所谓的底气。直到他带着蒋饶去了苏雅的结婚宴会，不与众人解释他们之间的关系，甚至动作亲密地将外套给他披着。从头到尾，我和他宛如陌生人般坐在一起。蒋饶说不能喝酒，他就找人拿了果汁。蒋饶说想吃草莓，他便让服务员把草莓都端上来。
那仿佛不是苏雅的婚宴，是他跟蒋饶的。我坐在一旁，闻着浓郁的草莓香气，逐渐反胃。我讨厌草莓，也讨厌蒋饶，可我知道周正宇身边太多女人，没有蒋饶，也会有其他人。两人亲密无间的举动和他对我的无故冷漠，让我没忍住泼了他一身红酒。我自认为可以与他并肩，可惜我错了。刚入春不久，哀市的鲜花便陆续盛放，我却如临大敌，每天出门都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。严重花粉过敏的我不敢沾到一丁点，刚下楼就看到了周正宇的车停在路边，我皱着眉，没想到他如此死缠烂打。自从在医院我对他说了那番话后，他执着的每天都会来找我，给我带水果，给我带书，甚至会带最新款的衣服、裙子和包包。只是这些东西都被我扔了，我不会留着他给的东西膈应自己。可自信如他，他始终认为我只是在闹脾气，只要他坚持下去，我一定会回心转意。我被他拦下，他打开车门，捧出一束百合，一瞬间浓烈的花香环绕着我，扑面而来的还有细微如尘的花粉。我紧张的把面罩拉高，浑身抗拒。周正宇，不要再来找我了，我真的不要你那些礼物的。一丝瘙痒爬上我的喉咙，我感觉双颊有些发烫，可能是靠花太近了，我急忙后退2步。只是这举动让周正宇误会了，他强行拉着我，将花塞到我怀里。你说过你喜欢浪漫，希望每天清晨能有人送你花。梁韵，不是只有你记得我的喜好，我也记得你的。阳光落在我头顶，我感到一阵眩晕，抱在手里的花摔在地上，花瓣摔残了。我忍着不适，把花踢远，哑着嗓子道：如果不是因为跟你谈过恋爱，我都怀疑你想杀了我。周正宇满眼疑惑，下一秒他被一双手推开，魏恒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转身扶住了发晕的我。在魏恒把我扶上车时，我喘着气对他说：周正宇，你知道吗？我花粉过敏，很严重的那种，靠近1米以内都能要了我的命，所以希望每天清晨能有人送花。到底是谁的喜好？周正宇脸色一白，我露出戏谑的笑容。上了魏恒的车，杀人诛心，我要让他知道他真的不配得到我的爱，不知是出于愧疚还是想继续挽回。周正宇带着他爸妈来医院看我，我躲在被子里假装昏睡，他就坐在床边不肯走，直到我爸妈来了他才退出房间。魏恒给我带了粥，我喝到一半听见走廊传来争吵声，声音很大，听起来像我爸。我示意魏恒一起去偷听，他跃跃欲试。我趴在门边探头看去，走廊没什么人，比较安静。我妈坐在椅子上叹气，周母也坐在椅子上叹气，周父在尽头抽烟，而我爸和周正宇站在走廊中间，面面相觑。沉默半晌，周正宇先开口，他在跟我爸道歉：对不起叔叔，是我没照顾好小韵，是我不了解她花粉过敏，所以造成了这次意外。我爸失望地摇头，语气严厉：小周啊，你什么都好，但是你对我女儿不够好。你第一次来我们家的时候，我就告诉过你，小韵有严重的花粉过敏，可你没记住，还说要给我女儿浪漫。你这是给她浪漫吗？你这是要她的命。周正宇，亏我那么中意你，想你做我们家女婿，你太让人失望了。这次连我妈都不站在他这边了。周正宇抿着唇，似乎没料到我爸妈会有如此严肃的反应。他当然不知道，即便我告诉过他，但他没记住。在我小时候，由于我奶奶的一次疏忽，我不小心碰了一下公园里的茉莉花，不到1个小时，我便倒地不起，呼吸困难，浑身红肿。那年我5岁，因为花粉原因，差点离开这个世界。我曾把这件事当作童年最难受、最恐惧的阴影，告诉给周正宇听。他听完后，只是淡淡的看了我一眼，说：梁韵，你怎么总有一些特矫情的经历？这段回忆让我的眼泪莫名的爬到脸上，把魏恒吓了一跳。他一把抱住我，将我的头埋在他怀里，温暖的大手轻轻拍着我的背，轻声哄着：别怕，别怕，以后那些花粉绝对碰不到你，别怕，学姐，有我呢。走廊的声音还在继续，周母舍不得自己的儿子被数落，轻笑一声反驳我爸妈：我早就说过，你们家梁韵不适合我们家阿宇，如果不是阿宇恳求，我一定棒打鸳鸯拆散他们，门不当户不对的，谈什么未来？我妈被气得臭脾气出来了，也顾不上是医院，该轻声细语，直接嚷嚷开了：你说的真好笑，现在是你儿子死缠烂打，到底是谁不要脸？我女儿都说分手了，你儿子还跟个舔狗一样，整天跟着她。我告诉你们，这样的行为我们是可以报警的。周母被劈头盖脸的一顿骂，竟然站起来想打我妈，推搡间，周正宇把我爸推倒在地，我爸一声惊呼，摔到了胳膊，我吓得面无血色冲了出去，没给周正宇解释的机会，直接甩了他一巴掌。周正宇，你们一家有病啊！我的过敏还没完全好，刚才又哭了一阵，整个人莫名发晕心慌，情绪开始暴躁起来。我跟我妈还有魏亨扶起我爸，趁周正宇不注意，我又冲上去踹了他2脚，他一个趔趄退后几步，一脸愧疚地看着我，可我发疯一般扯着他的衣服，恨不得揍他一顿。你给我听好了，我们分手了，少跟着我办深情。还有，我梁韵不是什么善男信女，我爸要是有什么3长2短，我就把你爸也给打残。放下狠话的我哭得厉害，魏恒冲过来抱住我，我情绪十分混乱，由于激动和见了风，红疹又发了起来。我哭着闹着要周正宇和他爸妈滚出去，魏恒抱着我安抚着，按了护士铃。他瞥见周正宇还愣在原地，直接喊了医院保安，以他们来闹事伤人为由，带去了安保室，等待警察过来处理。所幸我爸身子还算硬朗，摔下去觉得疼，是摔肿了，敷点药几天就能好。我放心后，像是泄了力，一下子倒在病房里。晕倒前，
我看见魏恒一脸惊慌和心疼，有点好笑，那样子怪丑的。周正宇安静了一段时间，我没有在他被骚扰。休养1周后，我出院了，只是在路上会有一些不友好的眼光盯着我看，他们一边看我一边看手机，像是在比对什么，真的好像他像是本人。真抓到他了，这种女人就该打死。我一头雾水，思索间被人狠狠撞了一下肩膀，差点摔倒。可那人竟然没有一丝歉意，更是得意洋洋地看着我，那表情像是故意为之。我敏感地发现他也在看手机，似乎手机的内容是关于我的。我忽然上前抓住他的手，一把抢过他的手机，上面赫然是我在医院发疯的视频，但是经过剪辑处理，被冠以一个非常有噱头的标题：吸血女友碰瓷豪门新贵，企图自杀骗取高额药费。视频热度很高，我也成了网络上人人咒骂的吸血女友，专门吸男友的血，要男友的钱。你松开，真是晦气！那人被我吓了一跳，才做出反应，抢过手机后立马远离我。我拿出手机，发现魏恒给我打了很多电话，我打回去，他在那头很着急担心。学姐，我今晚的机票飞回去，你现在回到家了吗？叫叔叔阿姨也回家，不要出门。周正宇居然敢造谣你们，我不会放过他的。我手脚冰凉的挂掉电话，外面阳光很大，我却感觉不到温暖。我有点高估了自己在周正宇心里的位置，也低估了他卑劣的手段。可他应该也没想过我会直接到他的公司找他吧。我笑意盈盈的与千太小姐沟通，顺利的进入了周正宇的公司。我在人满为患的会议室找到了他，推开门后我才发现，不仅有他，还有好几个老熟人。那个喜欢落口红在副驾驶的前辈，喜欢睡我家客房的蒋饶，还有近期与周正宇暧昧无比的眼镜妹。我在众人都愣神之际，按着手机把音量调到最大，把周正宇车子里的行车记录仪的聊天声音放了出来。随后我拿出我爸的诊断书，我过敏住院的诊断书，用力的甩在周正宇脸上。你凭什么造谣我和我爸妈？我在你身上付出了5年青春，分手了你还差点用花粉杀死我，你又伤了我爸，现在恶人先告状，想要我们被网暴是吗？那你不如给你的同事、你的上级欣赏一下，你平时是怎么在这种令人压抑的公司生存的？靠女人慰藉自己，还是靠踩别人上位？我手机里存着很多录音，因为周正宇每次聊天都喜欢嘱咐我做事，可我总会忘记，久而久之，我便有了录音的习惯。没想到这些录音成了我攻击他的手段。录音里除了他自负的对公司所有人的点评咒骂外，还有很多他和那些暧昧对象的调笑和聊天，内容露骨香艳，让人想入非非。众人听完后，看向事件的相关人员，脸色大变。随即，我和周正宇被请到了安静的会议室，单独谈话。他低头跟我道歉，我觉得恶心。杨玉，这些不是我干的，可能是我妈上次被请到警局教育了，心里可能不舒坦。但是你要理解，我妈年纪大了，自然是不太讲道理的。周正宇，如果你无法摆平你妈继续造谣，那么我会采取相关手段，不管是给她留案底，还是让她当众道歉，我都不会放过惩罚她的机会。我推门离开，没有再理会他。为何很准时？晚上11点的飞机落地后，便飞奔到我家，在我爸妈慈爱的目光下，吃了2大碗葱油面，撑到怀疑人生。我没和他提起今天我单独杀到周正宇公司对峙的事情，他陪着我爸妈还有我，快快乐乐的一起玩了一个通宵。随后我们4人睡得四仰八叉的在客厅里一觉到天亮。醒来后，魏恒第一时间就是刷手机，看了半天，还憋出一句话：没了。我笑眯眯的去帮我妈做早餐，留他自己在沙发上发愣。周正宇的动作很快，应该是找人撤掉了词条，并且还叫他妈拍摄了澄清视频。不过他好像被迫离职了，离开了 A 市。我不知道他是哪天的飞机，但我收到了他一条道歉短信，短信很长，像一篇小作文。我没耐心看下去，随手删了，也顺手把他拉黑了。如果说老死不相往来是我和他最好的结局，我希望永远不要再见到他。我养的小猫慢慢踱步到我身边，用毛茸茸的脑袋蹭我的手，我抱着它懒懒地晒着太阳，舒服的春风吹着，快把我吹睡着时，隐约听见我爸跟魏恒在说话。叔，你觉得我追学姐有机会吗？你还行吧？你姓什么？我姓魏，魏恒。哦，小魏，我看你行，反正不是姓周就行。无语，这俩男人在说什么呢？